最近这几年，在网络上，在电视节目里，大家一定常常听到一种被誉为养生宝贝的坚果，那就是核桃。很多阿公阿妈还有注重健康的朋友，每天都想方设法要吃一点，觉得它含有非常好的脑部营养，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甚至还能帮助预防老年痴呆。可是说真的，这个备受大家推崇的超级食物，要是吃错方法，它不但没办法帮你养生，反而会变成伤害你肝脏、肾脏还有心血管的隐形地雷。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每天都在用错误的方法吃它，结果养生不成，身体先出了大问题。接下来我们要好好聊聊中老年人最容易踩到的9大核桃致命地雷。你一定要看看自己有没有在不知不觉中犯过这些错误。其实啊，核桃在营养学里是一样非常特殊的食材，它的果肉里含有大量的多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好油，还有维他命 E、叶酸和丰富的矿物质锌。可是就是因为它这种充满好油和高营养的特质，也让它变得非常娇贵。从挑选、储存、去皮到烹饪，只要任何一个步骤有一点点疏忽，这些好油就会迅速氧化变质，甚至变成滋生霉菌的温床。所以了解核桃的特性，用正确的方法对待它，绝对是享受它营养价值的前提条件。我们要说的第9个地雷，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买回家之后没有检查核桃仁的颜色和气味，直接就大口吃下去。很多人觉得反正是买回来的包装核桃，厂家都处理好了，哪里还需要自己再检查呢？其实这种想法非常危险。研究发现，核桃仁里面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这种好油极度容易在氧化之后产生一种叫做过氧化脂质的有害物质。这种物质在人体内会大量消耗我们本来就不多的抗氧化酶，直接加速细胞老化，还会给我们的肝脏带来很大的代谢负担。当你不检查直接吃下去的那一刻，那些已经氧化变质的坏油就顺着你的食道进入了你的消化系统。美国就曾经发生过一对退休老夫妻的真实案例，他们从超市买回一大袋散装核桃，因为觉得密封包装的东西不会有问题，直接抓来就吃。结果2人吃完没几天，就开始出现连续好几天的头晕恶心，还有非常严重的消化不良，最后甚至引发了急性肝功能指数异常，被紧急送进医院检查。所以你看，无论核桃的包装看起来多干净，吃之前的检查动作绝对不能省，一定要把核桃仁放在光线充足的地方仔细看一看。正常的核桃仁应该是淡黄色或者乳白色，闻起来有一股清淡的坚果香气。如果颜色变深变黑，或者闻起来有一股刺鼻的油耗味，这就代表它已经氧化变质了，千万不能再吃，必须立刻丢掉。第8个地雷是许多人在保存上最常犯的错，就是把买回来的核桃仁随手放在厨房台面上的敞口碗里，暴露在室温的空气和阳光下保存。有些阿公阿妈去市场买了一大包核桃，心想放在碗里拿取方便，每天抓一把就很好。可是核桃仁是一种非常特别的食材，它里面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一旦接触到空气中的氧气、光线还有热度，就会以极快的速度发生氧化反应。农业科学研究人员就做过相关的实验，把新鲜开封的核桃仁放在室温敞口的容器里，1个星期之后检测，里面的维他命 E 流失将近70%，不饱和脂肪酸的氧化程度超过了安全标准的3倍。吃起来虽然还是那个坚果味，可是对身体来说，吃下去的早就不是好油，而是一肚子的过氧化脂质这种坏东西了。这种核桃一旦氧化，它就再也没有办法恢复成健康的状态了，继续吃下去只会持续伤害你的肝脏，非常可惜。正确的做法是，开封之后的核桃仁一定要装进密封的玻璃罐或者密封袋里，尽量把里面的空气挤干净，然后放进冰箱的冷藏室保存。如果是一次买了很多，短期内吃不完的，可以放进冷冻室，这样可以保存半年以上，每次要吃的时候再取出来回温，完全不影响口感和营养。第7个地雷是关于烹饪方式的误区，就是把核桃仁放进锅里进行高温大火的爆炒，甚至裹上糖浆油炸做成零食。有些疼爱孙子的阿妈，在网络上看到核桃是补脑神物，就想方设法要把核桃做成小孩子喜欢吃的零食。他们会把核桃仁放进锅里加很多糖，大火翻炒做成糖衣核桃，或者裹上面粉拿去高温油炸，觉得这样孙子才会喜欢吃。
才能把营养吃进去。可是，在营养学家的烹饪测试中发现，核桃里面最珍贵的多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那些对我们大脑和血管非常好的好油，还有丰富的维他命 E， 都是非常不耐高温的。只要在锅里大火加热超过5分钟，里面的维他命 E 和好油就会流失掉将近80%。更糟糕的是，高温还会让核桃里面的好油迅速转变成对身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这种东西正是导致心血管疾病的头号坏分子。其实啊，核桃最健康的吃法就是直接生吃，完全不需要经过任何的高温烹调。你可以把核桃仁切碎，直接撒在粥里或者燕麦片上当早餐，既简单又营养。你也可以把它捣碎拌入无糖优格里，或者切碎拌入生菜沙拉里，这样不仅能100%保留它珍贵的营养，还能避免吃进高温变质的坏油。第6个地雷，也是在很多长辈群组里疯传了很久的致命谣言，那就是把核桃的褐色薄皮全部剥掉，只吃里面白白嫩嫩的果仁。在网络上有一种说法，说核桃的薄皮非常苦涩，含有涩味单宁，对胃不好，要剥掉再吃才健康。许多节俭又细心的阿公阿妈听到之后，每次吃核桃之前都要花很长时间，一片一片的把那层褐色的薄皮仔细剥干净，才肯放进嘴里吃。结果在台湾就发生过真实的案例，一位60多岁的阿妈坚持每天剥掉薄皮只吃白色果仁，连续吃了3个月之后，去医院做例行检查，医生发现她的血脂和血糖控制效果比预期的要差了很多，身体的抗氧化能力指标也明显下降。医生仔细询问饮食习惯之后，才找到了原因。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啊，科学研究发现，核桃那层看起来苦苦涩涩的褐色薄皮，里面含有极其丰富的多酚类抗氧化物质，这些物质的含量甚至比核桃仁本身的果肉还要高出好几倍。这些抗氧化物质是保护我们细胞不被自由基攻击的重要卫兵，你把它剥掉丢掉，就等于把核桃里最宝贵的抗癌防老成分整个浪费掉了。所以不要再相信那些没有科学根据的网络谣言了，核桃的薄皮千万不能剥掉，直接整颗带皮一起吃，才是最正确最营养的吃法。第5个地雷，是许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的过敏反应，那就是对坚果类食物有过敏体质的人，毫无防备的大口吃下大量核桃。在医学临床研究中，坚果过敏是成年人当中最常见也最危险的食物过敏反应之一。说白了，如果平时对花生、腰果或者杏仁过敏的人，吃完之后嘴巴会觉得发麻发痒，或者皮肤会起红疹，那么你有相当高的几率也会对核桃产生非常严重的交叉过敏反应。这是因为核桃里含有的某些特定蛋白质结构，在人体的免疫系统看来，和其他坚果的蛋白质长得非常相似。你的免疫系统一旦认错，就会发动疯狂的攻击。欧洲的医学临床研究就记载过一个案例，一位退休的中学老师，平时吃花生的时候偶尔会觉得嘴巴微微发痒，他自己并没有太在意。结果朋友推荐他补脑，他第一次大量吃核桃，才刚吃了一小把，就突然觉得嘴唇发麻，喉咙开始发痒发紧，紧接着他开始全身起大片大片的红疹，甚至觉得呼吸困难，胸口发闷，被家人紧急送到急诊室抢救。所以你看，平时如果对任何一种坚果过敏，或者是对花粉过敏的人，第一次尝试核桃一定要非常小心。你可以先吃1颗核桃仁，在家里观察半个小时，只要感觉嘴巴麻麻的、喉咙痒，或者皮肤开始不舒服，就代表你的身体在发出警告了。这时候一定要立刻停止食用，并且尽快就医。第4个地雷，是在中老年人群体中极其普遍的一个误区，那就是把核桃当成普通的小零食，每天大把大把的吃，结果导致热量严重超标，体重暴增，血脂更难控制。在很多人的观念里，既然核桃是养生圣品，又是天然食物，那肯定是多吃多健康。甚至有阿公阿妈觉得，每天吃一大把核桃才能达到最好的补脑保健效果。其实啊，在营养学的分类上，核桃和酪梨一样，根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低卡食物，它的热量极高，每100克的核桃仁就含有将近700大卡的热量，里面大约有65%到70%的热量都是来自脂肪。如果你每天吃下一大把，大约50-60克的核桃，那就相当于直接喝下了好几汤匙的油，吃进去的热量几乎等于吃下了2碗白饭。在我们的邻里之间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一位刚退休的阿伯，为了保护心脏，预防老年痴呆，每天坚持吃一大碗台湾本地产的核桃仁，觉得越多越好。结果坚持了3个月，去医院复检的时候，发现体内的血脂不仅完全没有改善，他的体重还悄悄胖了6公斤。更让他不解的是，以前检查只是轻微的脂肪肝，这次复检竟然直接恶化成了中度脂肪肝。医生告诉他，就是因为他把核桃当零食无限量的吃，身体摄入了远远超标的热量和脂肪，最后全部堆积在了肝脏里。所以你看，吃核桃绝对要控量，每天最多吃28到30克，大约就是5到7颗带皮的完整核桃。这个量刚刚好，超过这个量就弊大于利了。而且在你吃核桃的那一天，做菜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少放1汤匙的植物油，用核桃里面的好油去替换厨房里的烹调油，这样才不会养生不成，反而让自己越养越胖，越吃越出毛病。第3个地雷是对于有在服用慢性病药物，特别是清血药，也就是抗凝血剂的阿公阿妈来说，绝对要高度警惕的，那就是在吃清血药的同时，还大量乱吃核桃。随着年纪增长，许多长辈因为三高、心律不整，或者曾经有过轻微脑中风，需要长期服用像是华法林这一类的传统抗凝血清血药，用来预防血液凝固，避免中风。这些长辈听邻居说核桃对心血管非常好，于是也每天跟着雷打不动地吃一大把。结果几天之后，突然觉得牙龈出血不止，手脚上莫名其妙出现大片的淤青，小便的颜色也变深变红。送到医院急诊，医生诊断是抗凝血药物过量引发的内出血倾向，这让家人非常想不通，天天吃保护心血管的养生食物，怎么反而会出这种问题呢？医学期刊的急诊病例就揭示了背后的科学原理。其实啊，核桃里面含有一种叫做水杨酸的天然成分，这种成分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抑制血小板凝集的作用。当这个成分和华法林这类清血药叠加在一起，两种抗凝血的力量同时发作，就会让血液变得过稀，极容易造成自发性出血，轻则皮下淤青，重则引发脑出血，非常危险。所以有在服用清血药的长辈，核桃并不是完全不能吃，而是绝对不能突然间吃太多，更不能今天心情好就吃一大把，明天忘记了又不吃，必须要保持定量定时的原则，比如固定每2天只吃3到4颗。如果想改变吃的分量，一定要先咨询你的主治医生，让医生帮你调整药物剂量，这样吃东西才会更安心更自由。第2个地雷是许多人在买回核桃之后，最喜欢用的一种省事保存方法，那就是把整袋没吃完的核桃直接放进密封袋里，和其他各种食物一起堆放在常温的橱柜里，甚至是放在潮湿的厨房台面附近。很多人觉得核桃外面有壳保护，或者有外包装，只要密封好，放在外面也没关系。可是这也带来了一个极大的食品安全隐患。研究发现，核桃在温度超过25度、湿度超过65%的储存环境里，就会以极快的速度开始滋生一种非常可怕的东西，那就是黄曲霉毒素。这种毒素是目前已知的自然界中致癌性最强的物质之一，它对人体肝脏细胞的破坏力是无声无息的，不会让你立刻感觉到不舒服，但是长期积累下来，会大幅提升肝癌的发生风险。当你下次打开橱柜，抓一把闻起来还算正常的核桃放进嘴里的时候，其实里面可能早就已经悄悄滋生了这种看不见的致癌毒素，吃下去极容易造成慢性肝脏损伤，是长期伤害你身体的一颗定时炸弹。千万不要再用这种方法来保存你的核桃了。买回来开封之后，一定要立刻转移到密封的玻璃容器里，放进冰箱冷藏或者冷冻，才能真正保证安全。我们要说的第1个地雷，也是最普遍、杀伤力也最大的误区，就是长期吃的都是已经加工过的盐焗核桃或者糖衣核桃，以为这和吃原味生核桃是一样的效果。相信大家在超市里都见过那些卖相极好的盐焗核桃、蜂蜜核桃，甚至是各种口味的调味核桃，包装上写着补脑护心，看起来非常诱人。有些阿公阿妈觉得这种加工过的核桃口感更好，小孩子也愿意吃，每天吃1包，既美味又养生，非常好。其实核桃之所以一旦经过加盐加糖的高温烘焙处理，就会从养生食物变成一颗颗藏着风险的地雷，是因为它含有的那些珍贵的好油在高温处理过程中已经大量氧化变质了。
而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一小包市面上常见的盐焗核桃，里面的钠含量往往高得惊人，一包吃下去摄入的盐分，可能已经超过了一个成年人一天建议摄入量的一半。对于本来就有高血压的中老年人来说，这就相当于直接给血压泵了一口气，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而那些糖衣核桃里面加的大量糖分，更是会直接推高血糖，让本来就在努力控糖的阿公阿妈，血糖控制更加困难。中老年人常常因为觉得原味核桃太苦涩，不好吃，就每天吃加工过的调味核桃当零食，吃了好几个月之后，反而发现血压和血糖都越来越难控制。这正是这个看似美味的选择在悄悄伤害你的原因。说了这么多核桃的误区和地雷，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核桃怎么这么麻烦？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吃？怎么保存才是最安全、最营养的呢？其实啊，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方法，你完全可以安心享受它带来的健康益处。对于买回来的核桃，正确的完美保存方法只有简单3步。第一步，开封之后立刻转移到干净的密封玻璃容器里，把里面的空气尽量排干净再密封。第二步，放进冰箱的冷藏室保存，温度保持在4度以下，这样可以大幅减缓好油的氧化速度，保存2到3个月完全没有问题。第三步，如果一次买了很多，吃不完的部分直接放进冷冻室保存，可以存放半年以上，每次要吃的时候提前半小时取出来回温就好。在挑选和购买方面，核桃最好选择带壳的整颗核桃，而不是已经去壳的核桃仁，因为完整的壳是天然的最好的保护罩，里面的好油在没有破壳之前几乎不会发生氧化。买回家需要吃的时候，再用核桃夹一颗一颗的现剥现吃，这样吃到的才是最新鲜最营养的核桃。如果你想让全家人都能养成每天吃核桃的好习惯，可以把剥好的核桃仁切碎，撒在每天早餐的燕麦粥或者豆浆里，既不影响口感，又能轻松把营养吃进去。你也可以在做蔬菜沙拉的时候，撒上一小把切碎的核桃仁，不仅增加了口感的层次，还能帮助身体更好地吸收蔬菜里那些脂溶性的维他命，一举两得。只要我们避开那些高温烹调、盐焗糖衣、不控量、不检查变质的错误习惯，核桃绝对能成为你和家人餐桌上最棒的健康守护者。健康养生其实真的不难，它不需要我们去追求什么灵丹妙药，也不需要我们因噎废食，只要我们在生活中多留一个心眼，掌握科学正确对待食材的方法，好东西才能真正变成好的营养进入我们的身体。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到每一位关心健康的阿公阿妈，还有正在为家人准备营养餐点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把今天说到的这些地雷分享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或者转发到家里的群组里，让长辈们也一起避开这些吃核桃的误区，吃得安全，活得健康。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帮我点个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实用的养生智慧了。我们下期影片再见，祝大家身体健康，天天开心。